我们大体上就说，词是一种当时的流行音乐，它配合音乐来演唱的一种新的文体，主要是以当时在重要的都市配合当时的无以理想之曲而谱写的一种新诗体。他所谓的诗体，是因为要配合所谓用当时的新的一种格律诗来写作，所以他这样的写法，当然跟我们以前读到的乐府诗会不同，跟古诗不同。他要求文词的一种平衡对称、押韵、调平仄的一个方式。因此，在某个层面来讲，它是比律诗更进一步，因为配合音乐来唱。有了一种声律的声音的一个要求。那我们从这个前提上去谈，是因为要配合音乐，而音乐是一种比较相对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因此在词的主题意识来讲，就比较多以时间流逝之感叹为主轴。我们知道，音乐每个音符之间是互相呼应的。它不能割裂，不能做很大的跳跃，做一个很和谐的一个调性里面，每个音符音节之间有它的一个相互的一种关联性。那情绪就在一环有一环，回环反复、重复的一种旋律之下，就深化了某些情绪。那情感是渐进式的，有点像春蚕吐丝一样，慢慢一点一点把它铺陈出来。音乐的一个演唱。当然，他当时并不完全是给我们阅读的，它不是诗歌的一种传递情感的方式。他当时主要是被演唱，就我们在聆听去接受就认知这份诗情。因此他必须要用的文词要简单明了、明白易懂，而且呢音声要很和谐，在听的过程中。立刻能够感受到他的情意。我们刚才说了渐进的，你纵然任何一阙词我们说在词的世界里面呢，绝少纯粹的写风景、描绘景色的词篇。词我们说，如果是它是一种抒情文体的话，这些景色的描写，无非就是要帮助我们进入词情世界的一个背景、一种氛围而已。更重要是如何透过这个最后逼出内在的情怀出来。所以词刚开始不会呢，很多时候就缓慢的方式，先给你一个景色的描摹，慢慢由景到情，这样的一个延宕的方式，这是词配合音乐而达到的一种抒情效果。李后主的词《虞美人》，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有词就很清楚了，用两两相称的惊喜对的手法把它完成。那李后主的词，你看看，一开篇就给你看一种相对的情怀，现在有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大自然与人世的一个对比。大自然是永恒不移的，春花秋月何时了？春天的花是代表春天最美好的一种形貌，对不对？你说春云就不好了，春阳也不好，因为有些是暗淡模糊不清。但春花大家都知道它是最美的，当然主要的花都是以红色来做代表。其实中国人的诗歌里面有很多惯性的使用的春花，往往都是指红花，所以李后主有另外的词写到，对不对？林花谢了春红，春天以红色作为它的象征的颜色，而秋天当然是黄色的，对不对？黄花满地黄花堆积，黄花就是菊花，所以这个花就很清楚是红艳的颜色。春花花会开会落，我们会俯瞰会平看。这是在人间里面看到景象，而秋月呢，透上去晚上的景跟春花可以相对的，一个是白天的，一个是晚上的。
一春一秋，一个俯瞰，一个仰望，月亮也会有圆有缺，花有开有落。我们好像看到它变化，事实上，在中国人世人认为，实际上它自己本身是不变的，自己变者而观之，当然都在变。但如果你仔细看，好像都不变的，因为每到春来，依旧是花开花落。这是代表一种永恒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图像。而中国诗人的时间观，往往就是设定在呢以大自然的永恒不变对照出人世的变化。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都很多写景的一个句子先出来，就是让你要了解到人生的悲哀。人是短暂的，是有限的，很难跟大自然的相提并论。何时了？什么时候会终了呢？什么有了尽之时呢？用你苏东坡所问的“明月几时有”，但是你问下去，你越问越悲哀，因为月光永远存在。从天问一直问下来，我们现在都问不出一个所以然。你看得出人生多渺小，岁月多短暂。所以写到何时了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有个情感的一种哀叹在其中了。真的，什么时候了结呢？相对而言，下面一句就逼出来了：往事知多少。人生的事情，转眼之间都化为往事。你知道有多少人生的事不断过去，就这样化为往事了，你追不回来的。所以，作者把这个大自然跟人世的对照很清楚的就厘定下来。我们为什么对李后主亡国之痛有这样的深层的一种感受呢？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像类似的亡国之恨，而是因为他写出了人类普遍的一种经验。只有这样的，从一个比较泛论的外在的，慢慢推升到一个更具体、更内在的情怀去。你看下面呢，你看就集中了“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首先，前面的往事是很广泛的，往事有很多种，只有1分1秒过去都成往事，对不对？人生有很多往事，你数也数不清，是千古以来人间的共同的往事，还是你个别的往事？都很难说了。好，下面呢，在往事里面，它集中是什么？这往事不是别的事情，是故国之思。故国有些时候在诗词里面也等于故乡的，对不对？这个是可以互用。但这里当然我们知道李后主所指的就自己以前国家的事情，但也不是那么具体写到南唐败亡的种种事实，不是的。这种哀痛改朝换代太多了，所以呢，大家有这种经验的话，事实上是比较多。好，他说“小楼昨夜又东风”，你看昨天呢，那个“又”用得很好啊。这代表一种呢，不止春花秋月何时了，东风也不会有结束的，只有春天来，东风依旧在。所以这里面不只有春花秋月映照出人世的变化，你看东风也依旧，也跟春的那个意涵是包容在一起的。你看一个小楼昨夜又东风，就告诉你了，有些也是不变的东西，春天来，东风至，就是这样。好了，在这样的依旧在这样的春风吹拂之下，明月当头，花也开之时，他说：“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以刚才说春花秋月只是泛论了，春天也有月光，一样会对照出人世的变化的。刚才是笼统作为一个大的一个这论述，而且呢，上天下地写出一种普遍我们难以逃脱的一种宿命，用春花秋月来泛指。春秋就代表历史的种种嘛，对不对？我们就在这个范围中，不能说秋没花，春没月，不是这样看的。所以下面就月明中是春天的那个月光，一样的同样的意思，都用一个在大自然的图上对照出人世变化。好了，月光依旧，但呢往事不同了。说故国不堪回首，曾经有过的国家，如果还依旧在，你不能称为故国。但因为它化为往事，就已经好像作古了，因为是以前的事情，那个意识出来的，今不如昔。以前是身在其中，你不可能称故国，但是已经不在的话，就自然成为故国，因为已化为往事。这是环环相扣的，从往事推论到国家之事之中。好了，对以后我们想呢，迟早是这样的一种逐渐推进的方式的。好，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也许我们还没有很深刻的感受。你没有亡国之痛，那也许没有那么多的一种对比的经验，等作者呢更推算进去。对李后主来说，故国如果他是有为的帝王，故国也包括好多事情，对不对？
它的山川水色，它的故国的宫殿，还有老百姓，他的臣民、妃嫔，都在故国之思当中。但李后主就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很浪漫、很专情的一个诗人，他所单立的、所希望能够拥有的，就是自己的帝王生活。所以故国之后呢，他又把这个焦点集中了，不在一般的人士，而是这个建筑。他说：“雕栏玉砌应犹在。”故国之事里面，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批判李后主？所以帝王你真的不是有一种爱老百姓的精神，不是担心呢，所以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外异国统治之下备受凄凉的种种，结果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在后宫的生活。雕栏玉砌，玉砌是白玉台阶嘛，对不对？代表它美丽的宫殿。宫殿依旧在，这个是实际上也很难怪他朝夕与共的，他就是这样的世界，他在里面享受他的青春年华，他的帝王生活，对不对？雕栏玉砌。但我们在人生里面也可能用这种象征物的，我们对于一些美丽的童玩啊，一些珍贵的礼物啊，一种留恋。何尝不是？它纵然很物质化，可是当你拥有过、赋予情感的话，它就有精神的意义了。你不能抽空来说他批判他对故国之思是一种雕栏玉砌的一种具体的宫殿的生活的享受而已。正因为他真的在其中，他赋予情感，自然的跟他的生命存在的意义是息息相关的。他就猜测了，当然他没去。可是从我们的经验会推论出来，所以他说应犹在，料想他依旧如故。但我们都知道了，年寿有限了，建筑也许会久远一点，除非有听闻有些自然的灾害或者战争的一种毁灭，宫殿也许就不如人命的那么长久。你看阿房宫，对不对？一把火把它烧掉就不见了，对不对？但是呢，曹军那个宋军进入宫殿之后，他们没有去屠杀、焚毁这个宫殿，所以他猜测，在这样的没有听闻之下，这个以前的那么美丽的宫殿，料想它应该还依旧在吧？相对于我逐渐的老去，它的永恒性比我是应该久远的多了，所以应犹在。相对而言是什么？好啊，这个代表他曾经有过的年轻岁月，曾经有过的一种外在的一种环境，但相对而言呢，我在这个被俘虏的1年多以后，我达到什么？他说只是朱颜改，本来是面色红润，就代表青春的面容，但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岁月消磨，还有经过故国不堪回首，战争的一种纷争的过程中，已经憔悴不堪了。但永远有这一份感觉的时候可能白发生之后最后你当然是最后从面容就回荡到里面去。逼出你内在的愁情出来，所以作者用改变了叙事的口吻了。问君能有几多愁？当然，问君可能就是自问了。你问这位仁兄吧，我们人生有多少的愁怨？你面对这样的变化，纵然没有故国之思，只是你想，如果你的书会高，看到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也许也可以有这样的感叹。但是作者呢是多了一种更具体的生命感思，所以他就跳出来问了：问君能有几多愁？那个问君好像也是歌词一样的，也质问了你的听众读者，问问你试试看，你有共同的经验，会不会如我一样，能有多少？会不会有很多的愁怨呢？那愁怨像什么呢？他说：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此恨绵绵无绝期。你只要是人类有这种面对大自然永恒的那种图上，有往事知多少的伤悲的时候，我们的愁怨会像春水一样源源不绝的。春水不会停止的，只有人类以来，这种悲哀是永恒存在的。作者就不放过我们了，因为我们要跟他走进同样的天地去感受同样的悲哀。所以这是歌词的一种感染的方式的，而这个是很难揭示词的一种相对性的美感的。我们就放在这两轴之间，有个不变的东西对照会变化的人生，愁情悲哀就是这种对照处所感染出来的。